如果想躲过此劫，必须从根本上割断与韦家的联姻，做个孝子，给皇上一个说法，让他老人家体面。割断与韦家的联姻？你知道你自己在胡说些什么吗？必须解除婚姻，以情义不睦为由，上表皇上与韦妃废婚，以逃脱与韦坚兄弟之间的干系呀！你这是什么主意呀？伤天害理！韦妃与我相守已久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生生的把我们撕扯开来，我能做出来吗？小奴口无遮拦，私有余辜，但只要能保住殿下的太子之位，小奴万死不辞。如果殿下不忍心，小奴去与韦妃谈。韦妃从来温恕恭俭，向她会识大体的。即便要谈，也轮不到你去谈。小奴该死，小奴只是想提醒殿下，此为生死之地，存亡之道，非谈不可呀！殿下万不可有丝毫心软呐！下去吧，殿下一定要快呀！魏兰、魏志在那个酷吏的刑具下，坚持不了多久的。一旦他们招供，让李林甫之流拿到了实据，殿下就是想谈都来不及了呀！下去！等等。让韦妃来吧，也只能如此了。殿下英明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各自飞呀！我还算是人吗？纪大人，宰相大人催着要拿口供呢，你这一夜审得怎么样？快了，快见着亮光了。审讯嘛，就是拿你的意志去消耗对方。韦之是领兵的人，硬扛着；韦兰是个翰林出身，和你软磨硬泡，胡搅蛮缠。宰相大人说了，今天一定得拿到口供。拉跑使还得一炷香的功夫呢，这可都是诛灭九族的死罪啊！傻瓜也知道得死扛，急不得。你忙着，别人也没闲着呀。太子宫昨晚彻夜通明，刚刚又派人向皇上递了奏折。宰相大人是担心夜长梦多呀。李师啊，一会儿去把当初朕册立皇太子妃的诏命拿来，朕想看看。遵旨，老奴一会儿就去找。朕依稀记得其中的一句“自合于国风”，现在都不作数了。太子情义不睦啊，要废婚。这个上表你看了吗？看了。你的印象如何呀？老奴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颇深。哦，哪一句啊？太子写道：“不以亲，废法。”朕也注意到了。这话说明，太子不只出于自我保护，也是在维护朝纲啊。是。哎呀，立氏，不必这么拘谨。朕听说你近来同时皈依了佛道二教，还拿出大半资产捐造佛寺和道观，何必呢？朕不就对你发了一回火，你还真的从此不敢议论天下事了？这也太见外了。陛下恕罪，老奴不是有话不说，而
儿时确实不知该说什么。也罢，那就批准太子废婚吧。不过你立誓要找个时机亲自去东宫传达，给太子一些安慰。遵旨。你看，这针花是真好看。是啊，这颜色鲜亮，一会儿把它晾在一边，请皇上看看。哎，公公，有什么事啊？回贵妃娘娘，皇上要的诏命册已由尚书处送来了。还真是诏命册，是谁的？是皇太子妃韦氏的。真的？让我看看。皇上要亲自看的。哟，这么精美的诏命册，我原来做寿王妃的时候也有过一本，就是比这个小。皇上看这个干嘛？说话呀！老奴不敢瞎说。那么是跟太子有关？是要废了太子，还是要废太子妃？都不是。那到底是什么事啊？老奴干脆说了，皇上已经批准太子废掉太子妃韦氏。废掉？我能最后看一眼太子殿下吗？不能。姐姐，公元746年，继唐天宝5年，玄宗皇帝出于太子和宰相李林甫之间的政治平衡关系，在罢免了左相李时之之后，又最终以太子李亨与太子妃韦氏的废婚，暂时平息了大唐内部的政治危机。臣妾真不明白，男人们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为了自己摆脱困境，太子不惜抛出明明爱着的女人，他们是结发夫妻啊，还美其名曰为了朝纲。有些事情你不清楚，不要妄加评论。臣妾是个女人，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你心里头有怨？不是怨，是同病相怜。一到关键时刻，女人总是牺牲品，这不公平。哼，怎么总是女人的？臣妾说错了吗？这么说，你也觉得自己做过牺牲品？三郎心里明白。哼，有时候也不完全明白。比如说，你听说寿王伤了腿，你为什么要黯然神伤？你心里想的什么？臣妾什么也没想，只是觉得他有些可怜。你为什么要为他黯然神伤？朕不许你这么做。三郎，臣妾和他生活了5年，知道他成了瘸子，心里当然会有些触动。三郎觉得不正常吗？难道臣妾应该高兴吗？你听听啊！你还是没有死心呐！你还是会时常想到他，你敢不承认吗？臣妾不承认。三郎说的不死心，臣妾不能承认，因为臣妾没有。我杨玉环把自己交给三郎那天起，就再没想过要离开三郎。三郎，如果说一起生活了5年的夫妻，一下子就把对方忘得干干净净，三郎愿意我是这样的女人吗？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三郎身边，三郎不觉得可怕吗？
朕要你是朕一个人的，朕不允许你心里还有别人。臣妾就只是三郎的呀，别再耍小孩脾气了，好吗，三郎？西北的军费都快供不上了，东北再大，大唐能撑得住吗？我已建议皇上挑选2名公主，嫁到西域契丹两藩去，权且当钱使吧。大人，安禄山应该能为大人分担一些吧？但愿能。三郎，能不能跟詹氏说说，把下午的安排取消了？不行，下午公主命妇入贺，贵妃还有一项特殊的公务。朕已经决定了，要嫁2名公主去西域契丹，与东北两藩实行和亲。你得注意其中的2人。还有这一层意思？你现在已经不只是朕宠爱的女人，而是大唐的贵妃，你要学着参与国政了。哎，三郎，是哪2位公主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也许会时来运转呢。皇上已经挑选了派往东北两藩的和亲公主，战略的主次再明显不过，那就是说今后西北的位置将会在朝廷内举足轻重。东北无战事，那安禄山的影响自然也就会被减弱。西北那边王忠嗣将军说话的分量将会越来越重。太子殿下说得对，王忠嗣将军在西北打得越好，殿下的位置就越没人敢动。贵妃娘娘安好。贵妃娘娘安好。贵妃娘娘安好。贵妃娘娘。三郎，出来吧。都走了。哎呀，臣妾装笑脸，装的脸都疼了。怎么样？你看清楚那2位公主了？你说那些藩人会满意吗？你怎么了？今后这样凄凉的事，三郎别让臣妾参与。不就是见个面吗？你是对他们的抚慰和关怀罢了。一想到那2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就要被送到千里之遥的藩邦，哎，大家都是女人，将心比心，臣妾只有在心里暗暗为他们落泪。女人的心就一定又小又软吗？朕看不见的。则天女皇帝不是女人，她的心软过吗？太平公主呢？她要有心，也只有野心。朕不是要你去效法他们，但至少有一点你必须清楚：你是大唐的贵妃，是体制的代表，事关国政，眼泪和软弱是无济于事的。一个温良恭谦让的贵妃，对朕对万民是福祉，但是慈不掌兵啊！在面对敌人的时候，你就得学学那些硬心肠的女人了，懂吗？远嫁两藩的和亲公主，每人的价廉费用都在这里了。数目不小啊！怎么又都增加了12万民？加起来就是24万民。这个钱从哪出啊？这是贵妃娘娘的意思。娘娘觉得添些钱，凑个整数要吉利一些。娘娘为他们的前景担着心呐。钱多就能够保平安了吗？那，贵妃娘娘还是头一次开口，况且又是为了2位和亲的公主。这个账得买呀，由国库出吧。那卑职代贵妃娘娘谢大人了。
去吧。你们要记住，你们是为了国家而去的，以后大唐和两藩就将是亲戚了。亲戚之间就不应再以刀兵相见，生灵涂炭。别忘了你们的使命和祖国，也要尊重当地的风俗和礼仪。悲歌可以当器，远望可以当归。朕和贵妃无时不在为你们祈福。你们一定要记住皇上的话，一定要把大唐的威仪传遍天下。出发吧。两位公主登车上路。你已经学会参与国政了。可臣妾不喜欢。别急，慢慢来。还有三郎，要不要与安禄山说说，让他关照一下两位公主？都安排了，安禄山将亲自送他们过境。车仗启程。副团长看到了吧？这就是功夫啊！啊！这，可惜呀，大将军把功夫都用在了4条腿的猎物上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大将军现在更需要的是2条腿的猎物。怎么讲？将军，依你看来，当今朝中何人最强啊？当然是皇上啊！我说的是人，不是神，皇上不在议论之内。除了皇上，那还用说吗？就属李林甫了。李林甫这小子这几下玩的，连我都自愧不如。太子差点被废，李世之给他跪下了。皇甫为名被贬为文官，韦坚现在还在羁押。哼，哎，这几个全完蛋了。李林甫厉害呀！等我下次入朝的时候，我也得敬他3分了。将军只看到了一面，其实李林甫不过是走在老虎前面的一只狐狸，他那2下子依仗的可都是皇上啊。那倒也是。将军，你不妨把自己放在皇上的位置上想想，放眼大唐朝中，还有谁堪当大任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怎么把王忠嗣给忘了呢？这小子身兼河东、戍防、河西、陇右4镇的节度使啊！对了，此人藏得很深呐，配4个将印，控制万里，进兵重镇皆归他掌握。自大唐立国以来，是从未有过的事啊！你所说的2条腿的猎物，莫非指的就是他？是的，干掉王忠嗣不是不可以，只要将军得法。怎么个得法？因为眼睛瞄着王忠嗣的还有那个李林甫。李林甫要想彻底扳倒太子，就必须整倒王忠嗣。要放倒王忠嗣，李林甫就需要将军对王忠嗣进行掣肘。如此一来，就会给将军带来再次壮大的机会。你是说，我得帮衬着李林甫放倒王忠嗣这个庞然大物？那是当然了，只是猎取的方法有多种。其一，将军需自强。东北边境自夏公主和亲以来再无战事，而东北过于和平宁静的气氛对于将军的成长壮大十分不利，因而必须打破宁静。一个不打仗的将军，时间久了会被人遗忘。其二，将军
可以挑起边境战争，李林甫就会将王忠嗣的部分军力划归到将军的属下，以此削弱对方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将军可挑起边境战争，再以御敌为名，请求朝廷派遣王忠嗣的大军助战。两军一旦联合协同，李林甫自然会将王忠嗣的部分军力划归到将军的属下，以此削弱对方。将军便可不战而获得渔翁之利。其三，好大喜功的皇上是不会拒绝将军在东北灭敌的消息的。将军一旦获取边功，也就必然冲淡了皇上对王忠嗣的重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好，就这么办。我安禄山对这4条腿的猎物早就烦了，我将军的志气岂止在猎场啊！公元747年，即唐天宝6年，安禄山多次出兵，任意杀已经向大唐归降的彭陀、西、契丹，并告别于朝廷，以功邀赏，从而迫使西和契丹相继杀掉大唐的和亲公主。东北的烽烟又一次被点燃。李师啊，两位和亲公主被杀之事，不要告诉贵妃。是。她是寄托了许多感情在其中啊，恐怕受不了这种残酷。老奴知道了。李林甫到了没有？到了。哦，左相陈希烈也到了，都在紫云楼等候陛下。陈希烈，他到了还不跟没到一样吗？李林甫啊，还很会挑人呢，替自个儿找了这么个帮手。还有，安禄山请求王忠嗣调兵协助东北的事情，李林甫是何态度啊？首相认为，天下进兵重镇，皆在王忠嗣掌握之中。东北吃紧，王忠嗣有义务派兵助战，并建议若两军协同，应由安禄山统一调动指挥。玉环，你知道吗？在长安城，除了皇家，咱们杨家呀，现在就是京师第1家了，没人能惹得起。真是老天有眼呐，让咱们杨家重振了100年前的威风。先别说这个，我有事要问问你。什么事儿？我听说皇上孙儿孙女们的婚姻大事，都是你从中在牵线搭桥呢。有这事儿。天上的喜鹊还搭桥呢，咱们姐妹呀，也就是人间的喜鹊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你倒真会说话呀，虢国夫人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东宫的度量帝10天前专门上我家找过我，说是太子的长子广平王李悌要选王妃，相中了咱们大姐家的2女儿，要我从中帮着牵线说媒呢。太子的长子相中了大姐的女儿？是啊，这还了得呀！你说这广平王可是皇上的嫡亲长孙呢，我呀赶紧往大姐家跑，一来二去还都同意了呢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就给办了？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皇家之内无小事，更何况是太子宫呢？连皇上还没有态度呢，你们就私自给办了？你们呀，胆子也太大了。还有，我听说你和令亲公主在大街上吵架，你的家丁还把人家的奴仆打伤了，有没有这回事儿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就不能知道？有这事儿。姐姐，别以为我当个贵妃，你们就可以飞扬跋扈了。连公主你们也敢冒犯，别人你们还放在眼里吗？人呐，要懂得收敛。虢夫人。是。贵妃娘娘。王忠嗣可以调拨军力支援东北，但指挥权不能集中到安禄山手上，明白吗？臣遵旨，臣这就去函通知2位边帅。尽管东北烽烟又起，但朕看战略重点依然在西北，在这儿，石宝城
自从开元29年12月被吐蕃攻陷后，朕就耿耿于怀。这石宝城是唐蕃的交通要冲，也是双方攻守的军事重镇，是朕的一块心病。告诉他王中嗣，把目光集中在这儿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要有所作为。臣马上去函，向王中嗣将军转达圣谕。总之不尽如人意呀。该打的地方不打，不该打的地方倒打起来了。这就是战争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战事总是要在地图的接缝处爆发的。转告王中嗣，支援东北只是权宜之计，重点仍然在石宝城。三郎，太子向我们杨家提亲了，行吗？三郎。哦。太子的儿子广平王李悌要娶王妃，相中了我大姐家的二女儿，这事妥当吗？是度量帝提出的，臣妾的大姐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。为了这事儿，臣妾还说了他们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也得皇上恩准吧。朕看太子也像朕年轻时顽强着呢。太子和三郎一样。朕没说是，只说他像。那怎么办？回来他？啊不，朕还是挺喜欢朕的那个长孙的，就成其好事吧。三郎恩准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，准了。笑什么？高兴了？不是，臣妾呀，是在笑这辈分也越来越乱了。要是都聚到一块儿，大家怎么称呼啊？乱什么呀？君臣在前，父子在后。该聪明时当聪明，该糊涂时要糊涂。那婚期就这么定了，届时我们姐妹会来帮忙的。有劳虢国夫人了。那殿下。梁帝，请留步。不，我一定要送虢国夫人到大门外，已经是一家人了嘛。请。虢国夫人慢走。走吧。是。就。瞧那女人的马车。都快比上咱家的了，这你就不懂了。人家是贵妃的亲戚，她的地位越显赫，咱们也就越安全。大人，这就是安禄山将军的副将史思明将军。末将参见宰相大人。我听说你刚到京师，怎么样？安将军还好吗？这是安将军给大人的呈报。哦。王中嗣完全不合作。是的，王中嗣先期率军到达辽河，不等我部布置妥当，他就见机而返，完全是在走过场，欺骗朝廷。安将军十分生气，派我来京师直接向大人奏报。我知道这件事了。有关王中嗣所部的行为，我会向皇上奏报的。末将替安将军谢大人了。对了，朝廷新增拨你部3000匹骏马。2000副远射强弩，还有一批铠甲，你一并带回去吧。谢大人，末将告辞。请。杨昭，你留一下。是。史将军慢走。大人，安禄山主动投靠大人了。安禄山改不了他的商人本性，只要是有利可图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不说他。你看，这是太子的连襟左骁兵曹柳基揭发自己老丈人杜有林的奏呈。杜有林，那可是太子梁梯杜氏的父亲呢。你说对了，这又是一件事关太子的案件。柳基揭发其老丈人杜有林妄称屠谶，
勾结太子指责皇上，这个案件可重大呀！你和姬温要立即接手此案，严厉追究。大人，太子的余党已收拾的差不多了，太子也很收敛了。如果是啊，连太子也要屈尊与你们杨家攀亲戚，于是你杨昭也就心存侥幸了，是吧？那个王忠嗣不是太子的余党吗？刚才你也听到了，他还硬气得很呢，竟敢不协作，一个掌兵的人，凭什么这么硬气？就凭他是早年与太子的玩伴，凭的是皇上用他王忠嗣来平衡朝廷各方的力量，就凭这个，他才敢和我李林甫对抗。好啊，我李林甫鞭长莫及，那我就治你的主子总可以了吧？杨昭，你给我个准话，此案你是接还是不接？这个案子，杨昭，你不要被朝廷内的那些五花八门的联姻蒙住了眼睛，那都是做给外人看的，没有一个是靠得住的。朝廷的联姻只有利益，没有感情。太子妃都可以说弃就弃，何况是皇孙呢？就说这个案子的揭发人柳基，不就是个指望与太子联姻能获得好处的人吗？那么现在呢，怎么却揭发起自己的老丈人来了？杨昭，我告诉你，只有永恒的利益，没有永恒的感情。你杨昭已经得罪了太子，就你那点算计，顶个屁用！只要东宫太子还保持着名分，你我的脑袋就系在这根细细的裤腰带上，不要有丝毫的侥幸。大人，杨昭之所以犹豫，是担心皇上。我们总这么揪着太子不放，皇上会不会不满意呢？既然你把话题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给你上上课吧。首先，当今的皇上是盛唐天子，自得也自信，而皇太子呢，是一位壮年位居储君的皇太子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位随时随地都可以接位掌权的人。但是你必须清楚，皇位的法定继承权并不等于皇权，天子执掌皇权，皇权决定了必然的排他性质，虽然情在于父子，而义等于君臣。我李林甫与太子的较量，不但不损害皇权，反而会使皇帝的权威得以凸显。你说这些年的较量，哪一次不是皇上轻而易举的就得以化解了呢？你说皇上能不从中得到满意二字吗？太子不是不可以废的，你我一直做的这一切，不就等着这一天呢吗？大人，你是大智大勇者呀，我杨昭由心的敬佩。杨昭，皇上前天还和我商量升任你为御史中丞的事，我回答皇上说，你是你们杨家唯一不靠分封而自强自立的人，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。大人，这个案子杨昭接了。怎么，你们又要查度量地娘家呀？何止啊！那怎么行？不行，我这边可办着喜事儿呢，你那边往死里整。怎么不行啊？这就叫恩威并施。不行，要不我这边停了，要不你那边停了，否则我姐姐韩国夫人那里我怎么交代呀？你看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想，所以我要给你打个招呼啊。打什么招呼？这门亲事啊，可是皇上恩准的。啊，严查此案就不是皇上默许的了。没有皇上的默许，李林甫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招惹太子啊。还真是恩威并施啊！这父子俩
怎么弄成这样啊？所以咱们杨家在这件事情上得清醒了，知其然，还得知其所以然，不要被外人所利用。什么知其然所以然啊？你说皇上干嘛要这样对待自己的皇太子啊？天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皇上在托付大事之前，最想知道的是太子的忠实程度。李林甫利用皇上的这一心理扫荡太子党，也算聪明至极。只是我们杨家必须看清这些，掌握好各方心态，绝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这就叫东边不亮西边亮。那往下该怎么做呀？喜事要办，低调了办，取其实质，除去张扬；刑案也要办，高调了办，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谁也不得罪。你呀，越来越像个做官的了。不是像，已经是了。此案一完呐，我就是御史中丞了。啊！走。也是虱子多了不咬了，就是弄出100条罪名，我这也只有一个脑袋顶着，让他们折腾，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。这也太蛮横了点吧？怎么又拿殿下的亲家说事儿呢？对方已经不讲谋略，手法一样，连花样都懒得换了。不讲谋略就是谋略。李林甫的目的就是要激怒我，让我惹父皇不高兴。不知道杜老爷子能不能在刑堂上挺得住啊？万一他要是……杜老爷子现在已经不重要了，有姬温那样的酷吏在，什么样的口供拿不到？关键还在于父皇信不信。那皇上为何还默许此类事屡屡发生啊？这才是关键。皇甫为明围歼战发生后，我一直在反省自己，难道是我错了？可我无非是想早一点接触国务朝政，以能胜任未来的使命，这不能算错。但是李林甫错了，也不对。父皇从万千朝臣中挑出他来，责任就是让他领袖中枢，保证国家运转。他当然要清除那些不合作者，这也不能算错。难道是父皇错了？对待我过于苛刻猜疑？也不对。父皇经历的太多了。在父皇之前，我李家每一代皇帝都被激烈的继位争端搞得焦头烂额，这些争端也把朝廷搞得四分五裂，其结果没有哪位皇太子真正登上了皇位。这些历史教训，父皇不会不记取的。现在我才明白，皇上的权力只能是实现皇帝一个人抱负的权利。任何想限制阻拦父皇抱负的人，那就是错到家了，所以只能无所事事的等待。可人家不让你安分的等啊。是啊，结下仇了。我一天不离开太子的位子，他李林甫就如坐针毡呢。小奴也替殿下想过，这接连的事件虽然都取于殿下的亲家，可是根子都在西北。西北？说下去。起先，皇甫为民因为军功冲昏了头脑，他那些话，如果换了普通谏官，皇上是不会听不进去的。即便是听不进去，皇上至多也就训斥几句完事儿了。可皇甫为民不同啊，
他身后带着万千精兵，又主持着西北战局的臣服，皇甫为民忘了。更重要的是，西北不是他皇甫为民的菜地，而是皇上叱咤内心抱负和雄心的战场，是朝廷的脸面。皇甫为民就栽在这儿，他怎么能拿皇上的矛去戳皇上的盾呢？对呀，如此看来，此事还没有完。皇甫为民的军权，现在又摊到了王忠嗣的手上，绝不能让父皇再猜疑我们。立刻设法与王忠嗣通气，在西北，他王忠嗣要退，要大踏步的退。哦，王忠嗣也派信使来长安了。是在半月前，先是安禄山派副将史思明来京控告王忠嗣以助战为名，却以不协作为实，敷衍搪塞朝廷。这事朕知道，朕关心的是他王忠嗣是如何答辩的。臣曾去函讯问此事，王忠嗣便派来了信使，这就是王忠嗣将军的答复，请皇上预览。正如皇上所看到的，王忠嗣解释说，自他兼领河西陇右两镇后，颇不习惯当地的务情，加之辖区广大，地形复杂，自觉不能胜任，坚决请求辞去这二镇节度使之职。臣以为，不妨同意他辞去河西陇右两镇，另择良将统领。哼，王忠嗣想撂挑子。是啊，一个人统领4个节度区，权力太大了，大得连他自己都害怕了。哎，可他怕什么呢？他怕什么？是他自己害怕，还是替太子害怕？太子怕什么，朕不管也管不了。可他王忠嗣摆出一副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的模样，这不是太可笑了吗？他要做给谁看呢？啊？一个烈士的遗孤，刚9岁，朕就把他接进宫里，亲手培养他成为今天的一代名将，代替朕去叱咤疆场、建功立业。可他倒好，什么颇不习其务情，什么以功名宝贵自处，混账理由。诏命，准予王忠嗣辞去2个节度区的统辖之责，但不是河西陇右两镇，而是河东朔方两镇。原有的攻克石宝城的战略目标不在推辞之内，还是由他王忠嗣统兵去打。官可以少做，事不能少做。遵旨。既然他王忠嗣不愿意申领数镇，那就让愿意干的人去干。河东朔方两镇再由你李林甫遥领。皇上，臣不懂军事，还是另择良将为好啊。朕把选将的权力交给你，由你李林甫去选。臣遵旨。啊，对了，刘基状告杜有林一案有什么进展吗？启禀皇上，因涉嫌杜有林等人勾结东宫，使案情十分棘手，涉案人员也一下子扩大到不少地方官员。朝廷屡屡出现这样的重大案件，依朕看，都是朕以往在同类案件上过于宽大。朕看亡羊补牢犹未晚也，对围歼皇甫为民不能罪减一等，要重提旧事，追加严惩，警训后人。三郎，哪有这么吃饭的？不能囫囵吞枣，得慢慢吃，细嚼慢咽才行啊。朕要杀人了，能细嚼慢咽吗？那得狼吞虎咽。杀人了？要杀谁呀？朕低估了太子的能力了，想干什么？好啊，既然光明大道你不愿走，偏要走你的小道，那朕就不客气了，杀鸡给猴看，看你还敢不敢走小道。三郎，说什么呢？臣妾听了半天也没听懂。你要是能听懂啊，这也就不说了。
些人也是，你说到底，他也不懂。那就换一种说话的方式。拿刀子来，你该懂了吧？朕告诉你，玉环，这就是他们结党营私的人唯一能听懂的语言，你信不信？三郎。公元747年，即唐天宝6年，韦坚、皇甫惟明分别奉诏赐死，被贬的左相李时之也服毒自杀。玄宗皇帝对边关将领的不满并未因此而得到缓解，他开始酝酿新的人事安排，以实现他早已确定的边疆政策。将军，朝廷询问攻取石宝城的诏书又来了，看来此战无法避免。都是那些不懂军事的人怂恿着皇上求胜心切的。哼，今日一奏，明日一诏，也不知道是李林甫他打仗还是我打仗。将军，诏书的口气好像是皇上自己的。我自小就在皇上身边，我还能不了解皇上？那时候皇上与我和太子谈兵，还可以互相探讨。没想到人老了，反倒这么固执起来了。将军，时过境迁，此一时彼一时啊。那也不能睁着眼往南墙上撞啊！要对皇上负责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那才是不忠不孝呢。唉，国家太平之时，怎可妄教军力，疲惫国家财力和士兵生命，以摇个人功名？我王忠嗣做不到，也没那么无耻。将军品质高洁，但皇上的诏书还是要恰当的回奏报。恰当？什么叫恰当啊？我看说真话才是恰当。歪曲战场的真实情况，欺哄蒙蔽皇上，就不恰当，还伤天害理呢。李将军在，奏呈我来写，你派人送到长安。你如果还有不同意见，可写奏呈奏报皇上。哼，驾！朝廷信使夜见大将军。我已经闻到天子的墨香了。此为首相大人的亲笔信函。来人，送朝廷信使去行馆歇息，要好生款待。是。特使请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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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幕僚长，你先别急，你猜猜，首相的信函里会说些什么？首相是个严谨的人，他不会在公函里对将军传什么私话的。哦，不过首相近来的愉悦心情是会溢于字里行间的。其一，他手上仍然掐着杜有林一案，那是悬在太子头上的一把利刃。其二，李时之自杀，韦坚和皇甫惟明已被赐死，王忠嗣交出了一半的军权。其三，也是最关键的，由于皇上对汉族边帅的失望，将军的地位会越发的凸显。这话我爱听。我安禄山与那王忠嗣是跷跷板，只有他下去了，我才能上来。看看吧，看看首相的信函里，是不是如你的判断？恭喜骠骑大将军，皇上召你近期入朝，有大事要谈。这么说，还真有点你说的那个意思啊。最关键的是，首相在信中暗示了，王忠嗣辞掉的河东节度区，很有可能让你兼领。河东与平卢、范阳紧挨着，要真能统帅东北3师，那天下骁将锐士，善马精金，
也就有多半人到了我安禄山的麾下了。真有这样的可能？那就要看将军此次入朝给皇上带去什么样的印象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儿臣恭候父皇贵妃驾立替儿的婚宴。这红灯笼挂得太少了吧？喜事得有点喜庆的意思。你们都怎么安排的？启禀皇上，太子嘱咐婚事从简，所以……哎，再从简也得说得过去呀。皇上，拿墨笔来，给新人亲自题些喜庆之语，这可比挂多少红灯都强啊！好吧，既然你说了，朕就照办。太子，度量帝过来了吗？回父皇贵妃，儿臣欲与杜氏解除了婚约，杜氏已于昨日迁出东宫，废为庶人。儿臣未能及时通报，儿臣有罪。恒儿啊，朕看你的头发都已经有几次白发了，你才37岁，是不是早了点儿？父皇的孙子都已经娶亲了，转眼间，儿臣也快成为有孙子的人了。是啊，哎，新人呢？还有你的亲家，啊？皇上进吧，都在殿内恭候皇上老人家呢。父皇，请吧。好吧，长孙的喜酒啊，一定得喝。将军，红灯笼要补吗？有现成的。补什么？你操什么心啊你啊？是。去，拿一副笔墨纸砚，一会儿啊，给送进去。皇上、娘娘、太子殿下，还有这一对新人。俗话说，花不可以无蝶，石不可以无台。我这个媒人呐，再添一句，酒不可以无歌。说得对，可是谁唱呢？今天我借这杯喜酒壮壮胆子，唱一支，添添气氛。好啊。朕还不曾听过虢夫人一展歌喉呢。这歌也一点儿，你们听惯了风雅颂，也算换换口味。吃菜要吃白菜头，哎呦嘿嘿，家郎要家大贼头，哎呦嘿嘿，半夜忽听钢刀响，哎，每串绫罗各串绸，哎，你这歌是唱匪呢，还是唱侠呀？嗨，也就是巴蜀的民间小调，也是野了点儿，可是有味儿。皇上，在巴蜀，侠就是匪，匪就是侠。没，不对，侠是侠，匪是匪。比如朕身上就有些侠气，朕看亨儿啊，儿臣在。你身上也是侠气太多，缺点匪气。谁身上有匪气呢？那胡人安禄山身上就有些匪气，不像有些将军，那才是匪不匪，侠不侠，又想做将军，又想做谦谦君子。朕看他五心不定，最终把将军丢了，君子也做不了。皇上，不是说要给新人们写几句喜庆之语吗？瞧，
笔墨纸砚都拿来了。好吧，借着酒力，朕就写几个字。李树杨花，盘根生花。好字。皇上写的太准了，太好了。恒儿啊，趁此机会，朕也写几个字送你吧。父皇不吝赐教，儿臣诚惶诚恐。恒儿，你看这4个字行吗？父皇，儿臣让父皇操心了。你要走父皇给你指定的大道，切莫卖弄小聪明去钻你的小道。人生难免会有些风风雨雨，一定要能忍受困顿。父皇也是从太子走向皇位的，祖宗的基业终归有一天要交给你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守之安泰。儿臣遵旨。皇上为太子写了“守之安泰”4个字。听说太子拿到御笔时，差点哭了出来。这是个信号，看来杜有林一案可以到此为止了。太子又以抛弃女人为解脱了。那大人，这案子转告即问，杜有林一案可以结束了。凡已查实的人士，让他报上来，标明量刑尺度，呈皇上主批。遵命。有关你就任御史中丞的任命，皇上已经批准了。恭喜你了，多谢大人提携。作为监察官员的朝廷大臣，你得继续瞪大了眼睛。皇上虽然为杜有林一案定了调子，但是并不能保证别的地方就不会冒烟起火。等着瞧吧，你还会有新的发现的。玉环姐，快醒醒！玉环姐，你快起来嘛！快醒醒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快起来呀！快起来！快！哎呀，死阿蛮，天还没亮呢，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管他天亮不亮呢？快点跟我走！快，上哪穿衣去啊？服，走吧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哎，去哪？走了，走了。请。看见了吗？我早说过，这高老头不是个好东西。玉婉姐，哎呀，这温汤真舒服啊！是啊。奏成到了吗？到了。读，听听他王中嗣都说些什么。启奏皇上，河西兼陇右节度使王中嗣遥向大唐天子致军礼。皇上月初诏书询问攻取石宝城之方略，臣奏报如下。安静。继续。总之，臣以为石宝险固，吐蕃举国而守之，若强攻坚城，必死者数万。臣恐所得不如所失，请休兵秣马，观信而取之，继之上。不要再念了。哼，说来说去，他王中嗣根本没有把朕的旨意放在眼里。你说一句，他能回你100句。看来，仅靠文书传递也没有多大用。朕言之谆谆，他却听之渺渺。把这个奏成，在朝廷内公之于众，让全体武官都参与议论，看看究竟是朕错了，还是他王中嗣错了。遵旨。等等，
安禄山入朝安排在何时啊？回皇上，安禄山入朝安排在下月初。那就好。朕急需打呆仗，用拙将，用有匪气的将军，而不是这样侠胆柔肠、太讲道理的将军。打仗了，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讲？听命令、听指挥就够了，想那么多干什么？只有无知者才能无畏。好一个佳人呐！皇上。还是让朕来吧。是。苗眉可是朕的专攻啊。皇上，刚刚还那么凶神恶煞，转眼又嬉皮笑脸。玉环早说过，皇上礼军务的时候是礼军务的皇上，赏花的时候是赏花的皇上。佛国夫人那儿还有一颗痣啊。皇上，这痣长的是地方吗？当然是地方，长的是地方啊。皇上，我别处还有一颗呢，只是皇上没仔细看。是吗？那就找个方便的时候，让朕仔细看看。好啊。贵妃娘娘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神不知鬼不觉的。怕扰了皇上的雅兴，没敢吭声，早就来了。花花姐，你早就到了吧？回禀娘娘，是皇上传臣来试试温汤。怎么样啊？什么？怎么样？是问你温汤。